在美国生活很多年的波士顿元联小伙子从美国回来，关于美国禁枪的事儿，我们想向他请教一些他在美国的直观的感受。小伙子，欢迎你。谢谢老师。大家好，我是唐明哥，今天是3月24号。今天我们聊一下司马兰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司马兰本身他的偷税漏税金额加起来只有500多万，但是这件事情却放到了央视上面去播报，这很明显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而且司马兰说，在出事之后，他是签约在 MCN 公司蓝岸智库之下的，这些偷税漏税行为都是 MCN 公司给他做的，他自己并不知情，这很明显是甩锅行为。司马兰大概率是知情的，但是蓝岸智库不可能只是给他旗下的司马兰一个人偷税漏税，蓝岸智库还签约的有金灿荣、北美崔哥、张杰等。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全部是吃爱国流量的博主。司马兰和金灿荣在以往的节目也多有互动。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今天这期呢，我们讲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这一期的主要的观点呢，不是司马南的观点，而是金灿荣的同事的观点。金灿荣同事，怎么还有这种说法？另一位和司马兰关系密切的，现在非常体量很大的博主波士顿圆脸。波士顿圆脸现在 B 站就有接近500万的粉丝。2021年波士顿圆脸的自媒体刚刚起步，甚至和司马兰有高达9期的合作视频。现在波士顿圆脸的个人主页删除了其中的2期。2021年8月11号，波士顿圆脸的视频，美国禁枪有戏吗？历练过于庞大，没戏，这是和司马兰合作的。还有一个视频，司马兰对话波士顿圆脸，如何看待美国的种族帝国主义。在司马兰的主页上还是有这2个视频的，但是波士顿圆脸已经删掉这2个视频。2021年波士顿圆脸刚起步的时候，这时候司马兰已经成名已久，2个人在2个月内合作了9期视频，除了利益深度绑定，你找不到任何理由。当时司马兰对波士顿圆脸的提携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司马兰、波士顿圆脸还有金灿荣，他们3个之间都有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好，今天聊个事情啊，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金灿荣教授啊，金灿荣老师，他的儿子呢这2天结婚，他的儿子是北京大学读的本科，波士顿大学读的政治学博士啊，跟我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如同三角形的关系，所以爱国赛道也是玩的矩阵打法，有点类似现在的海外的3巨头。李老师发币，当时方联假装不经意间买了5000美元的李币，但是后面呢，他们上节目之后才知道，他们共用的是一个工作团队。所以司马兰、波士顿圆脸、金灿荣等人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司马兰的偷漏税是过去几年的偷漏税，并不是说1年或者今年偷漏税被抓住了。21年的时候他们有深度的合作，这时候司马兰也有偷税，现在只查出司马兰一个人偷漏税，那就很不合逻辑。那现在为什么只弄司马兰了？而且司马兰偷漏税的金额只有500万，但是被放在了央视上报道。司马兰的前辈，偷漏税的前辈薇娅，一个大网红，偷漏税7亿，被追缴加上罚款 13.4 亿。范冰冰被追缴加上罚款接近9亿，吴亦凡被罚了6亿，郑爽被罚了 2.99 亿，顿伦被罚了 1.06 亿。他们上了央视，起码偷漏税加上罚金金额都过亿了，但是司马兰1000万不到也上了央视，这是为什么呢？2021年司马兰对联想集团有过炮轰，当时包括联想的高管薪资过高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忽视研发、未回馈社会以及外籍高管占比过高问题，还有他炮轰联想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等，反正当时是闹得轰轰烈烈。当时的论调是民营经济应该有序离场，圣上呢也正在遏制打压互联网企业的无序扩张。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经济深陷通缩，新年以来圣上也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正需要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时候，这时候司马兰被拎出来了，当作典型，可以说是用司马兰来祭旗了。
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察，现在墙内的爱国博主、爱国网红全是道德败坏、道德低下的人。有人或许会说，你这个观点太武断了，太粗暴了。那第一个理由，现在宣发爱国的人，他们首先爱的是党，其次是政府，然后他们统一在爱国的旗帜之下。现在的爱国就是不顾一切的去吹嘘这个国家有多好，对政府政策坚决拥护。比如陈平说2000人民币大于3000美元，他知道自己说的不对，但是他就是敢说。甚至后面小红书网友对账之后，对完账，这些爱国粉红纷纷说啊，陈平老师说的对呀，美国人要打3份工还要卖血，你的2000人民币大于3000美元，当时看是逆风，现在顺风了。为跟我们中国来比起来，我们吃的比美国人吃的好吗？一切都是比较而已。一个我比较相信这个，就是一定要接地气，要实地去考察，要实地去看，这个看过感受过就不大容易自负。他说这个盒饭确实比美国中产阶级吃的好，中国建筑工人比美国中产吃的好。他们避重就轻，扭曲事实，但是他们有这个脸面说出来，去骗这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所以爱国流量一般人是吃不了的，这口饭一般人吃不下去。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人，他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他没办法把一个和自己内心这个理智理性完全背离的一个观点理直气壮的表达出来。什么事情都是赢的，什么事情在国家面前只有3个选项，小赢、中赢、大赢，然后没有不赢的选项，如果你不想赢你就滚。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当我提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大多数和我一样出身的底层人民。我父母是，我邻居是，我很多朋友都是，我们从底层走出来。现在呢，这些人他们农民的养老金200块，他们为了国家为社会贡献了大半辈子，在快入土之前，他们养老金1年涨20块。这个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我要说出来。和我一样的年轻人，现在大量的低端人口，他们漫长的工作时间，我们统计出来的周工作时间超过49小时，但是很多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工厂拧螺丝的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他们拿着最微薄的薪水。然后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领头企业，可能住宿条件还达不到日内瓦公约的战俘水平。我说出这些事情，我对于我和我同样境遇的人怀有一定的同情和怜悯，我为我们的苦难感到难过，但是说出来可能就是犯罪。尽管我的观点都是以事实出发，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不能说，你不能看到不好的一面，你要去帮助这个国家，要去帮助一个所谓的虚幻的人格化的概念，要去把家丑捂住了，给外国人看我们最好的一面，把几个1线城市的生活水平拿出来和他们比，和他们对账，然后低端人口呢自觉的藏起来，不能说出来，这是爱国吗？恐怕不是吧。如果说现在在1644年，约翰米尔顿就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他说限制言论自由就是摧残真理。现在400年了，但现在中国依然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人们无法自由的表达，删帖禁言封号成了家常便饭，敏感词快占了汉语的一半，在境外发言需要挡着脸。我想这绝对不是文明社会、文明国家的表现，但是你要说出来，你就是恨国党，你就是反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捏造事实，不传谣，不造谣，我只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得更好，但我就是反贼，就是恨国党。而那些把爱国当作生意的人，陈平在美国拥有别墅，张维为被人指出拥有瑞士永居，司马南2010年就买在了加利福尼亚，现在出事了，可能已经逃到了美国。当然他们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的肯定是少数的资产和意外，更多的因为工作的需要，肯定是尽力的隐藏在水下面的。所以我说现在的爱国大 V 全部都是道德低下者，丝毫不夸张，因为他们全部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去说话。比如司马南曾经一些经典言论，当时他公开的支持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
薄熙来倒台之后又立马转向，他还多次表示不应该全面的否定文革，称习近平不否定前30年，现在用后30年去否定前30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反攻倒算。在意识形态上，司马南批评蒋方舟说蒋方舟什么都没说，但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意向，可以体会蒋方舟是反体制的。在荷兰遭受到特大暴雨灾害的时候，司马南2021年7月写文章称，这个时候跳脚的人，跳脚要真相的人需要警惕。司马南之流的爱国大 V 的种种话术，他们都试图去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把政府的决策要把它转化为国家的意志，而并非具体的制度和利益集团的产物。然后你批评政策，你就等同于伤害国家感情或者侮辱国家尊严，将正常的制度批评转化为道德问题和忠诚问题。这种转变使国家权力结构避免被监视，公共政策避免被讨论，批评者被边缘化为不爱国或者背叛者，而不是作为民主社会中必要的理性的声音。然后他们高举爱国的旗帜，说是维护国家尊严，用维护国家形象来回避对体制的反思。公民不是权力主体或者契约参与者，而成为了国家的子女或者信徒。这种关系转变使公民丧失了批判性的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从而接受国家父母的庇佑和引导。在这种思维之下，顺从即是美德，质疑被认为不孝，服从被理解为责任，批评就意味着背叛。同时他们对同胞的不公平待遇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司马南在抖音拥有3700万粉丝，今日头条他有1600万粉丝，全网超过6000万粉丝。这些爱国大 V 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他们却是道德败坏的投机者。这些人为了流量和利益不择手段，丧尽天良，罔顾事实真相，扭曲爱国的本质。他们执着地为体制背书，无条件地为政府辩护，煽动民粹情绪，系统性的压制理性的声音。司马南就是这群伪爱国者的典型代表。大家都很清楚我的立场，我肯定是坚决是爱国的，不要因为害怕这种说法或者这种情况而缩退，我觉得这个不行。我们这个也是现在讲的旗帜鲜明，对吧？勇于斗争，跪舔式的为政策歌功颂德，刻意的混淆基本概念，达到蒙蔽大众的目的。这个群体本质上就是最卑鄙龌龊的存在，他们披着爱国的外衣，干着最流氓的事情，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国贼。我是大明哥，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